我上庭了，你放心。念文儿，这一场审判影响的不只是我的人生，还有秦南。他或许一生都停留在那个孤苦的年少，质问这个世界的法则。只有这个案子赢了，才能给他想要的答案。别担心，相信公诉机关。南城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范建成到庭。谢谢。站起来。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南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说说阿姨，您这有什么需要，到时候直接跟我说。出去待会儿。好。爸妈，你们先在这坐着，我去跟张队出去一趟，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哦。张队，你有火吗？这不让抽烟。紧张了，张队，我们这个案子没问题吧？是这样，一般呢，我们把案子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要是不予起诉，那就结案了，证明这案子就结束了。如果他们审查了，认为这个案子的被告构成犯罪，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才会移送到法院。如果法院判无罪，那我们跟检察院白忙活了。所以我们这个案子会赢是吗？坚持下去吧，坚持下去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可有时候坚持这件事情，比我想象的难太多了。而四北也承受的够多了。4月9号晚上，万富地产的郑强，给我打电话说同意跟我谈合作了。郑强这个人吧，他特别爱热闹。来，参见。我就把当时在公司里还在加班的员工都给叫上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郑强觉得叶思北在饭局上好像得罪他了。哎呀，老范，你们的员工不给我面子呀！他是新来不久，很少参加这种酒局，酒量也不好。我劝过几次没有用，在喝酒的过程中，叶思北就跟我讲说酒席之后让我把他送回家，我也答应了。快到叶思北家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不想回家了，说让我把他送去油菜花田。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去油菜花田？她说是因为她老公要跟她离婚，她心情不好。我就开着车把她带到了油菜花田，她就一把抱住了我，说她喜欢我，说着就从包里拿出了一个避孕套。我一时没把持住，我就发生了。被告人范建成，你的辩护人提交的新证据，那个照片还有录音，
是在什么时候拍摄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哦，那照片和视频是在发生那个事情的过程中拍的。我拿出了手机，他没反对，我就拍了。那你拍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当时我们两个都太兴奋了吧，可是事后等我冷静下来之后，我就很害怕，因为两个人对吧都有家嘛，我就跟他说，我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可是他不同意，他说让我给他10万块钱，说如果不给他钱，他就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如果如你所说，被害人当场就威胁你，为什么他会一个人被丢在油菜花田里？你不害怕吗？我害怕什么呀？我当时气坏了，我真的是觉得他跟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在骗我，包括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我觉得他是在诈我，所以我就没答应，我就自己开着车走了。第二天他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他已经报警了，但是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说让我再好好的考虑考虑。我没有做什么事儿，我没犯罪啊，所以我就没答应他。案件移交检察院后，你一早拍下的照片和视频，这份证据明明对你更有利，为什么一开始你不主动提交？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愿意把这种东西拿出来示人，对吧？你说叶思北主动勾引你，并且屡次威胁你，你既然已经遭到了第一次威胁，为什么后续不录音，不保留证据呢？我毕竟是个男人嘛，就发生这种事情，或多或少也有我的责任。他即便是再讹我、再诈我，我也没想过说要起诉他、告他。在我最初意识到他是被害人的时候，其实我对他是有怨言的。我觉得他太软弱了，被人欺负成这样都不知道吭一声，甚至都不敢报警。直到我听到那条视频里他说的话，我才突然意识到，他可能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苦难。我应该多了解他一点，不管他是软弱也好，窝囊也好，我该多给他一点包容。我不能总是跟他说，他要努力一点，他要坚强一点，然后自己什么都不做。老秦，很好，真的，你这么讲是对的。可是走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他不报警，不是他软弱，而是我无知。我根本就不清楚这一路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在我和他真的经历了这一切，被人议论，看着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评论，甚至现在还在忐忑不安地想，我们官司会不会赢的时候，我才发现，如果我当初知道未来会是这样，那我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勇气报警。可他是明知未来会是这样，最后依然选择了报警。后悔了？只是有些时候自己很恍惚，坚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案子输了，那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一切，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叶姐在公司属于不太喜欢说话的那种人，她每天老公都会接她下班回家。哎，思北，你不回去啊？哦，我弄完这些就回去。前段时间她老公没来，桃姐就跟我说，是因为她瞒着老公把钱借给自己的弟弟买房，她老公知道后非常生气，打算跟她离婚。那天下班前，我想找胆打扫卫生，不小心把他的包撞掉了，就赶忙去帮他捡。我蹲下去帮他捡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包里啊装了个避孕套，我也不好意思，我就赶紧走了。那天郑强给叶思北劝酒的时候，被告人是阻止还是配合？
一开始范总是想帮助他的，我们大家都想帮他，但是郑总态度比较强硬。我就是觉得吧，喝酒他就是喝一个气氛，我在哪儿都这么喝啊，你喝一杯我喝一杯，这是个互相尊重，是不是？喝开了那多热闹啊！哎呦，大家都端着，那这饭吃，啊，那吃饭有个啥意思是吧？当时叶思北一共喝了多少杯酒？大概10杯左右吧。那个姑娘呢，她就是个年轻职员，那大家敬我酒的时候，那都是一杯一杯的敬，她就偷奸耍滑想赖酒，她不给我面子，那我也就不能惯着她了。那咱就互相喝呗。那我绝对让她要。先生，手不能待在这里。 4月10日凌晨5点49分，110报警中心接到报案，报案人称他被困在花田，需要一件风衣。我先赶了过去，有执法记录仪为证。他躲在花田里，面色苍白，整个人一直在抖，根本无法正常交流。我意识到情况不对，便打电话给同事，通知现场勘查，随后带叶思北到医院做相关检查。据您所知， 当时叶思北的报案内容是他需要一件风衣，他并没有直接报案强奸，对吗？是。你看到的避孕套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紫色。那请你看一下，是这个吗？是这个。那么他指明被告人当天送他，这个是你听见的还是别人说的？我亲耳听见的。您记得一定 要把我和楚楚安全送到家。你放心，我一定把你们安全送到家啊！范总，快进去吧，郑总找不到人喝酒，着急了。哎，好了好了，照顾他，照顾他。哎，行。当天其实除了被告人以外，你们还有其他的人是可以送他的，对吗？叶姐提到范总送，因为范总是当天酒局唯一没有喝酒的人，所以我就没再管了。您拿走了叶思北的衣物，提取了生物证据，也做了相关检查。 为什么不做血液检查？是因为一开始我并不能确定他到底遭遇了什么，我们只能第一时间做身体相关的检查，确定他的身体有没有受伤。直到他自己主动要求做 DNA 鉴定的时候，我才确定他遭受了性侵。这个确认是在检查结果出来以后，还是当时您就这么认为？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是以我的当事人有罪的判断来收集证据的，是吗？可当时叶思北那个情况非常明显，还是不是？是，因为我骗不了自己的良心。好的，叶思，审判长，我问完了。 阿钱，以前我们这儿啊有一个案子，这人的犯罪时间呀是从1993年一直到2009年，这期间他强奸妇女数十起。你知道他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吗？为什么？后来他跟律师说呀，他说整个的作案过程当中，没有人敢反抗。 也没人报警，犯罪者几乎是零成本，他会害怕吗？不可能的。你别指望着一个坏人突然有一天幡然醒悟了，放下屠刀了，这种人，你不对他采取措施，他那个刀磨得会更快。前段时间那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那案子，有印象吗？那个失踪的女孩。 女孩最后找着了，什么都不说，不敢说，不报案，那这个事儿后来不就又不了了之了吗？叶思北，
真的是非常勇敢。他报案了，他坚持了，这就是对躲在黑暗里面的那些自认为不会付出任何代价的人最大的振奋。而且，你们所做的这一切，真不是没有意义。叶思北，到你了。被害人叶思北，请你陈述当天的情况。我叫叶思北，28岁，籍贯南城，原是富强置业财务部的一名会计。那天晚上，范建成突然回到公司，说要我们都去参加一个饭局。吃完饭之后，他送我回家，我被蒙着眼睛，被他扔下车。他说让我一直往前走，数到1000，不然就杀了我。我很害怕。我数到1000之后，解下眼罩，发现我在一片油菜花田。叶思北，你平时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女孩子，是吗？那么在之前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女孩子晚上在外面喝酒是很危险的事儿？有。那么一个很守规矩的你，为什么明知有危险还会去做这件事呢？您的意思是，女孩子在晚上出去喝酒就有罪是吗？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驱使你做了这件事？那天在那种情况下，我压力很大，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觉得如果我不喝，可能就会丢了那个单子，导致大家的努力都白费。而且当时在场有这么多熟悉的同事，我没有觉得特别危险。事发以后你报了警，为什么和警察说没事儿？因为当时我妈跟我说，不报警对我的伤害更小。你报警以后又给被告人打了一通电话，内容是什么？我向他请假，因为他是我的上司。你有每天携带避孕套的习惯吗？没有。那么那天你为什么会带一个避孕套放在包里？你看，你干嘛？真遇到歹徒了，你就主动提供，既预防传染病，减少伤害，又增大活尸的几率。你放包里啊？我不要，我真不要。是我同事放在我包里的，他说如果遇到歹徒，主动给他提供避孕套，会增加生还几率。理解。那是谁告诉你避孕套能够增加生还几率的？
叶思北，是楚楚。那在被告人对你实施性行为之前，你主动把避孕套给了他，对吗？没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进行。那你看见过他的样子吗？没有。你全程蒙眼，确认不知道他是谁是吗？对。大家请看这张照片。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这就是你，不是我。根据法庭调查环节我方提供的证据照片中可见，你当时并没有蒙着眼，你是睁着眼睛的，而且你是看着镜头的，你是清醒的。对此你有什么解释吗？我不记得，不对，这不是我，这不可能是我。在整个过程中，他打过你吗？你反抗过吗？我反抗了，我抓他了，并且我呼救了。在过程中，你叫了，对吗？是还是不是？是他逼我叫的，他说如果我不叫就杀了我。在过程中你享受过吗？没有。审判长，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不得询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好的，审判长，我知道了。叶思北，你爱你的丈夫，你想和他过一辈子，对吗？你一个月的工资3500是吧？是。你一个月的工资3500，借了信用贷10万，4年还清，每个月还款2400，只留下1100做生活费。然而你们家自己的房贷都没有还清。你的丈夫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你爱他，你想和他过一辈子，难道你就没有考虑过你们自己的未来吗？还是说，你有其他的办法？审判长，辩护人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案的范围。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请法警带被害人叶思北退庭。请被害人叶思北退庭。请法警带证人楚楚到庭。请证人陈述一下当天的事情经过。我叫楚楚，是富强置业销售部的一名员工。姐，你到家给我打个电话啊，报个平安，拜拜。那晚的情形就是这样，而我先与叶思北下了车，
你的未婚夫是叶思北的弟弟，对吧？是。你那天晚上喝醉了吗？没醉。那天晚上叶思北醉了吗？醉了。你们分开的时候，在你的证词里说叶思北当时意识模糊，请问这个意识模糊到了什么程度？叶思北都没意识了，你还把人丢在车上，你这是人吗？你是存心的吧？你和强奸犯是一样的。这什么人呢？你这么害人！穿着短裙，你良心不会痛吗？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你有良心吗？该死的帮凶！他天天去酒局不要言喝酒，背地里跟那些领导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就没人知道吗？逼了个大该死的帮凶！什么人都有。楚楚，请你回答问题。楚楚，你是否身体不适？我在回忆那天晚上情况，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就记得他一直在说胡话。那他能认清楚人吗？能认人。他那天晚上一直在说话，逻辑也是清楚的，也能清晰的打电话，所以我才放心的把他放在车上。我还跟他说了，到家之后给我打个电话。他能认人，能够清晰的、有逻辑的打电话，也就是说，在你和叶思北分开的时候，叶思北是清醒的。请回答我的问题。请证人回答问题。对。那么在叶思北整个的醉酒过程中，你感觉他的醉酒程度是加深状态吗？不是，他那天喝多了之后就一直说平时没说的话，他吐了之后其实也好了很多。那他过去喝完酒以后都是这个状态吗？对。他一般能喝多少酒？2两左右。那天他喝了多少？不到2两。也就是说，那天他的饮酒量并不足以让他能够意识丧失，对吗？我不知道。那是你主动给他避孕套，并且告诉他，这样在遇到歹徒时能够增加被强奸时的生还几率，是吗？楚楚，请回答我的问题。请证人楚楚回答问题。没有，我没有给过他，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你说什么呢？你说实话呀！注意法庭纪律。坐下。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公诉人是否对证人有询问？你在做笔录的时候清楚说过，你下车时叶思北意识是模糊的，为什么现在改口，说他能认人，能清晰打电话？我以为不停的说话就算是意识模糊。那你说的不停的说话，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喝多了都知道呀。肯定会说一些平时不太说的话。他那天喝多之后，就跟我说了很多话。他本来平时也是一个很少倾诉的人，可是那天就拉着我一直说他家里的家庭情况，他心里难受之类的。审判长，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请法警带证人楚楚退庭。
被害人声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是被迫配合的，并且抓了我的当事人。大家请看这张照片中抓痕的位置。是不是这样，才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抓痕呢？所以有理由猜测，如此亲密的姿势，说明被害人当时是主动配合的。公诉人提醒辩护人，法庭审查的是事实，而不是辩护人的猜测。从本案案发到被害人伤痕鉴定，已经间隔了一段时间，但是这抓痕依然能够留下，这恰恰说明了被害人是在极端的状态下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激烈反抗动作，并且这个抓痕呈现出深且凌乱的状态，也恰恰说明了被害人是在极力反抗的事实。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性爱的欢愉而造成的，不是吗？辩护人，请不要随意打断公诉人的发言。公诉人继续。公诉人再强调一遍，所谓的性爱的欢愉造成的状态纯属个人猜测，请辩护人尊重事实，请法庭对辩护人的猜测不予采信，对辩护人扰乱法庭秩序予以记录。我的首轮发言完毕。审判长，我后面会注意的，我知道了。其实我刚才想说的，不管是主动配合还是被动配合，这张照片中的伤痕都极大地佐证了当时他们是一个拥抱的状态。被害人声称自己当时没有看到过被告人的脸，但是那张照片里他明明就是睁着眼睛的。被害人的陈述与伤痕鉴定还有照片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公诉人认为，单独的一张照片仅仅记录的是一个瞬间，其真实性其与案件相关性存疑，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展现出拍摄时的实际状态。抓拍的瞬间表情，即便是存在的，也不代表着意识清醒。如果被害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睁眼看着犯罪嫌疑人拍照，怎么会毫无本能的羞愧和遮掩，以及对闪光灯本能的规避反应？所以公诉人认为，这张看似神志清醒、泰然自若的照片，恰恰证明了被害人当时已经失去意识、没有正常反应的证据。被害人当时就是意识不清。被害人平时的酒量不止2两，所有的证人，包括他自己的陈述，当天的饮酒量都不足以使他意识完全丧失。而证人楚楚也证明，在他们分开的时候，被害人是能够完整的辨认人，能够有逻辑的、清晰的打电话的。所以公诉人认为，被害人当时意识不清是立不住脚的。被害人当时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不仅有刚才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还有本案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证实。在法庭举证阶段已经经过质证，公诉人认为没有重复的必要。另外，根据在案的录音证据显示，被告人一方面指控被害人要挟被告人，另外一方面却通过公司贿赂被害人，妄图要求被害人改变证词、撤回指控。这样的行为恰恰也说明了被告人在极力掩盖罪行，妄图逃脱法律制裁。被害人能够主动地想到录音，就说明他有极强的法律意识，所以不得不怀疑，被害人录音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挟被告人。被害人录音取证并向司法机关提供，那是他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辩护人所说的要挟。但是像这样自相矛盾的证据在本案中出现的还少吗？被害人说他当时完全没有意识，但实际上当天的饮酒量并没有达到完全丧失意识的程度。公诉人认为，这还是辩护人的推测，毫无事实依据。酒量不能作为评判是否意识清醒的唯一标准。被害人当时处于意识不清，那是客观事实。根据酒店外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被害人当时是被搀扶上车的，饮酒到不能自主行走的程度，显然就是已经醉酒到意识不清。但是证人楚楚当庭的最新证词证明，在他们分开的时候，被害人当时应该是清醒的，并没有达到他所说的有一段时间失去意识，甚至是彻底断片的程度。证人楚楚证言的真实性，请法庭根据本案全部证据进行考虑。被害人在他的陈述中完全没有提及任何关于避孕套使用的内容，但实际上现场确实是有避孕套包装袋存在的。被害人声称避孕套是楚楚叫他携带的，但是楚楚对此却矢口否认。被害人的陈述处处与事实充满了矛盾。试问，被害人的陈述究竟还有多少真实性？如此自相矛盾的陈述，被害人到底在掩盖什么？是事情的真相吗？请辩护人不要再肆无边际的胡乱猜测了。
双方保持冷静。现在，公诉人和辩护人做第2轮辩论意见。审判长、审判员，本案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为上下级关系，在案发之前从无暧昧言行，不具有主动发生性关系的常理性。在案发当日，酒桌上存在不正常的劝酒现象，被告人作为上级不加制止，反而放纵劝酒发生。根据酒店外的监控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害人当时已然醉酒，意识不清，反抗能力减弱。被告人单独带醉酒被害人行至城郊油菜花田，对被害人形成绝对压倒性的密闭环境，导致被害人反抗能力受限的情况下，不知反抗，不能有效反抗，任由被告人摆布，遭受被告人肆意蹂躏。案发后，被害人第一时间报警，提出人身鉴定固定证据。虽然受到多方阻力改口撤案，但这并不能否认本案犯罪事实的存在。结合被害人指控、书证、物证、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等在案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范建成以暴力、胁迫以及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构成强奸罪，犯罪事实清楚，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请法庭依法裁判。审判长，公诉人的发言完毕。现在由辩护人发表最终辩护意见。审判长、审判员，本案中，被害人在案发前为了给弟弟买房，曾借助我当事人在公司的地位，虚开工资证明，后因贷款被丈夫发现，被害人与丈夫的婚姻产生裂缝，由此可以认定被害人与被告人具有一定的私交，而且处于极其缺钱的状态，具有勒索被告人的客观动机。案件中，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据基本一致，没有瑕疵，而被害人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物证等均有出入。承办刑警林峰出于同是女性身份的认同，对此案抱有主观偏见，所收集的证据偏向性强，可信度低。公诉机关对于被告人的定罪并无直接证据，更多源于常理推断。但从常理来看，案发当日，被害人主动携带避孕套，饮酒量完全不足以让自己彻底丧失意识，却自称毫无意识。酒后在明知与楚楚所住路线情况，两人一路时自己必定会落单的情况下，指明我的当事人一位年长的异性送她回家。事发以后，虽然报警，却并不直接说明性侵，而是等过了好几天才2次报警，种种行为均不符合常理。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应予宣告无罪。审判长，辩护人的发言完毕。诉讼代理人是否有补充发言？审判长、审判员，我的当事人在4月9日酒局当晚结束之后上了被告人的车，被带到叶思北，是我的姐姐。她是一个活得特别小心的人，她爱美，可她平时连手臂都不敢露。她也喜欢化妆，可她从来不会化那些艳丽的妆。她几乎很少一个人在晚上出门，大多数时候都要我爸、要我姐夫接送她。但受害时穿的那件衣服，
是公司的制服，他一直都很介意，哪怕是在夏天，他都要穿一件风衣裹着。所以在他报警那天，他和警察说他要一件风衣，因为那件风衣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性的安全防护。风衣没有了，他去和警察要，那就是他在求救。他去报警，我妈拦着他，我也拦着他，因为作为律师，我知道这种案件对于当事人的2次伤害，所以他报警，又否认自己报警。可我姐姐还是选择了2次报警，她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勒索，她就是想要一份公道。作为一名受害者，一名女性，在面对这样的事件的时候，能选择报警，已经是极大的勇气。我想正义不该让这种勇气泯灭，它应该得到一份公正。我的发言完毕。法庭辩论结束，合议庭将在充分评议之后作出判决。现在休庭。你的眼里有朵灰色的云，我却透过云看见了潮汐。你把情绪藏匿，沉默不语，愿能陪你回到晴空里。如果可以捕捉你的阴影，我想再流离都不足惜，更何况我的光源在你生命，所以一定把我相信。请让我可以成为你说你可以的秘密，成为你疗愈往昔轻柔的香气。若命运执意临给你倾盆大雨，别怕，我是你心灵的风衣。请让我可以成为你相信爱情的凭据，成为你每颗梦境栖息的岛屿。别惋惜一时的风景都转心意，我仍会在这里，每晚陪你去余生的边际。